大家好，歡迎嚟到新潮文嘅頻道，我係你哋嘅主持郭正彤。就喺伊朗對以色列進行一輪無人機與飛彈嘅一輪反擊，過咗48小時之後呢，進一步嘅數據同佢所用嘅配備，所對以色列造成嘅重創呢，又去到咩程度？而家都經已好清楚啦。而國際社會同埋媒體呢，亦都紛紛走出嚟表態啦，同埋對今次嘅戰情進行咗分析。分析亦都係今日新潮文陪大家分析嘅幾大部分。第一就係喺戰前，伊朗做咗啲咩，以色列做咗啲咩，導致到可以推敲得到戰事蔓延落去嘅可能性係有幾大。另外，今次呢就係有傳到以色列早就已經喺佢哋嘅國土咧關閉咗 GPS 呢個導航系統。點解伊朗都可以雖然係俾截到好多刀，但係都可以嗰啲飛彈同埋無人機都能夠去攻擊到以色列呢？其原因就因為中國嘅北斗嘅奏效，呢樣嘢亦都令到美國非常之慌張。而另外而家進一步48小時之後，有人講到其實今次係伊朗、以色列同埋美國三方一齊咧夾手夾腳做一個政治 show。伊朗需要表態，以色列唔敢升級，而美國咧需要從中嚟到去賺取到政治嘅紅利，表示到佢有能力控制到擺平咗今次嘅戰事唔會升級，賺一賺呢個世界所謂嘅和平反戰嘅聲音嘅票。咁到底有幾真呢？呢個講法亦都陪大家分析下嘅。而另外亦都從今次伊朗所用到嘅配備啦，伊朗嘅軍力嚟到去分析下，其實伊朗有冇可能真係可以提升到今次嘅戰事變成全面嘅戰爭？當然啦，唔少得嘅就係以色列到底喺呢個表面上面和平同埋表面上面唔反擊，件事就喺表面媒體就交代話就咁算啦，其實背後仲會唔會圖謀緊嚟到去將戰事升級呢？以色列對今次嘅戰事要得到戰果，要贏，要趕走晒巴勒斯坦人，到底嘅決心有幾大，情況有幾焦急呢？亦都會陪大家嚟到分析一下嘅。再之後呢，就陪大家講另一單新聞，就係關係到呢個今次以色列同埋伊朗嘅全面報復呢個行為呢，喺西方美歐陣營呢，就不停咁譴責伊朗，就唔譴責以色列之前爆人哋大馬士革嘅領館。呢啲雙重標準呢，大家都好清楚噶啦。啱啱新鮮滾熱辣呢，喺尋日就有一個英國嗰邊嘅現在佢係外相，佢係前英國嘅首相嚟嘅阿卡梅倫先生。阿卡梅倫呢，就喺一個亦都係佢哋自家主場嘅呢個 Sky 嘅電視天空新聞嗰度呢，表現到俾全世界睇乜嘢叫做極速變臉、雙重標準。話說佢上到節目就想譴責伊朗，然之後咧亦都指到伊朗今次呢係一敗塗地，係雙重嘅敗局咁樣。佢俾全世界嘅人留言話佢係咪雙重敗局就唔知，但係你卡梅倫就絕對係表現咗咩叫呢個美歐政客可恥嘅雙重標準點樣喺主持面前極速變臉？上一句呢同下一句呢係自我矛盾嘅，而主持點解又要得佢兩下呢？唔通主持都好反戰，所謂嘅好正義？今次卡梅倫呢個新聞媒體嘅訪問內容呢，有幾蝦碌，轉頭亦都陪大家嚟到細味嚟到輕鬆笑一笑嘅。喺節目開始之前，就由我格仔嚟到呼籲一下，而家我哋新潮文喺7月份所搞到嘅新疆北疆之旅呢，就現在正式接受報名啦。今次我哋呢個嘅北疆之旅呢，就為期12日，出發日期就會由7月21號至到8月1號。有興趣嘅朋友就可以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聯絡潘小姐嚟到報名，以及係查詢行程以及係價錢嘅。今次我哋嘅北疆之旅係經過我格仔結合上年去過幾次新疆嘅經驗，而去到重新訂製嘅一個行程嚟嘅。邊啲地方好玩唔好玩，結合到我哋上年嘅經驗一清二楚，而且亦都首次將團友嘅體能、眼睛是否有審美疲勞呢啲標準都加入埋呢個行程入面。我將會喺呢條片最尾嘅10幾分鐘時間呢，就會嚟到講解俾大家聽。今次我設計到呢個行程有啲乜嘢重點嘅，大家有興趣嘅話呢，就可以睇埋呢條影片最尾嗰10零分鐘嘅行程介紹，再 WhatsApp 過去報名都唔遲嘅。另外就係喺4月9號
我哋新潮文同埋網友舉辦嘅新潮文與你共度4週年嘅晚宴上半場喺景觀會所裏面舉行，咁好多朋友咧都有到場，有成300人之數咁多，咁但係好多朋友咧，其實有更多嘅朋友亦都係報唔到名嘅，咁所以為咗滿足大家，為咗同大家共聚、歡飲歡坐、暢談一番嘅話咧，亦都會舉辦第2場。時間就係5月5號嘅晚上，照舊我哋嘅食飯時間咧，往往都係7點至到9點。5月5號嘅晚上，我哋會選取喺北角嘅另一個海關嘅高級官員會所嗰度舉行我哋嘅晚宴。嗱，呢個海關嘅高級官員會所，亦都係同景觀會所一樣，都係我哋新潮文非常之尊敬嘅前線執法人員佢哋嘅私人會所嚟嘅。咁幸得我哋有人帶領之下，能夠喺嗰度舉辦晚宴同大家共聚。每位價錢咧就650蚊一位，要訂位嘅話咧就係要聯絡呢一個號碼，講俾大家聽，一定要用文字 WhatsApp 嚟到聯絡+852-689-20128。再講多次，一定要文字 WhatsApp +852-689-20128嚟到同佢進行文字溝通，進行報名啦、訂位啦等等嘅安排記錄嘅。菜單方面就有頭盤嘅3味、海蜇分蹄、椒鹽吊片、蜜汁叉燒，然後就有上湯芝士焗波士頓龍蝦伊麵、鮮露筍百合炒帶子，湯類咧就有花旗參杞子響螺燉雞，然後就有蠔皇北菇扣綠頭鮑魚，有清蒸嘅東星斑啦，然後有當紅炸子雞。菜方面就有腿蓉扒津白，主食方面咧就有 XO 醬翡翠蝦粒炒飯，甜品咧就有雪耳海底椰燉萬壽果，每位價錢就650蚊一位。再講多次嘅電話就係+852-689-20128 +852-689-20128，一定要 WhatsApp 文字嚟到進行溝通、訂位同埋安排嘅過數事宜嘅。咁期待喺5月5號晚上7點開飯，喺海關高級官員會所見到大家。咁喺節目開始之前，亦都順便呼籲大家，請大家留意一下有冇訂閱新潮文嘅頻道。如果仲未訂閱嘅朋友，記得撳新潮文嘅訂閱掣，再撳埋旁邊嘅嗰個啷啷掣，再撳全部，先至為之呢係完成整個訂閱流程，係可以收到我哋最新嘅影片通知嘅。喺呢度呢就有勞大家啦。事不宜遲，現在呢就為大家進行關於伊朗對以色列進行一連串嘅空擊行動，過咗48小時之後呢，呢個整體嘅分析到底係是成是敗，嚟到進行一個全面嘅一個總括嘅分析先。嗱，話說呢，我哋就要翻去喺伊朗第一批嘅呢啲無人機同埋飛彈呢，離開伊朗嘅國家，進發緊去往以色列嗰個時刻開始講起先。嗱，事情其實就發生喺大家知道啦，4月14號朝早，我哋就收到以色列嘅上空有大量嘅呢個攔截爆發嘅訊息，因為已經到咗啦。咁佢哋其實咧喺啟航嘅時候咧，正正就喺呢個4月13號我哋香港時間大概子時嗰陣時候咧，佢哋咧就 take off 嘅。佢哋一開始發射嘅時候咧，咁白宮嗰邊都收到消息，本來拜老頭就應該翻返佢個老家德勒華嗰度，但係突然間要即刻改變佢行程，即時咧就去到白宮同呢個布林肯啦、防長柯士丁啦，同埋呢個情報總監Burns 等等人咧，就即刻開會。佢哋成功聚合到開會嘅時間咧，就係半夜嘅2點，而去到半夜嘅我哋香港時間嘅4點嘅時候咧，即係清晨4點咧，亦都有第2波嘅呢啲無人機同埋飛彈咧，亦都開始再發射。咁但就去到我哋大概香港時間咧，就第2波發射咗之後冇耐咧，第一批已經係到達咗以色列。嗱，其實咧就唔係所有都係以色列攔截嘅，因為佢哋而家講到咧，佢哋攔截到99% 啊嘛。咁其實咁樣咧，首先就一定係講緊大話啦，因為唔係淨係佢哋攔截，英國、美國甚至以色列自己亦都承認，法國亦都有出戰機嚟到去幫忙喺呢個伊拉克同埋敘利亞上空咧幫手幫佢哋打落嚟。約旦都有。咁若然係咁嘅話，你點會可以講你以色列嘅呢個鐵穹系統攔到99% 呢？但講唔通嘅呢樣嘢，即係誇張啦！呢個數字根本。咁但係係唔係伊朗嘅呢一連串嘅無人機同埋飛彈攻勢都沒有為以色列嗰邊帶嚟重擊呢？
咁係事實嘅。如果要對比今次呢個行動嘅原因，嗱，呢個行動叫做真實承諾嘅行動，就係呢：我講得出要做得到，牙齒當金使，話咗報復就要報復。對比佢哋呢個行動之前，佢哋嘅大馬士革領館被爆發，有7位領館人員嘅離開，有3位佢哋嘅軍官被離開嘅話呢，咁其實以色列嗰邊就唔好講話冇人離開啦，起碼而家目前為止冇數字見到，淨係見到媒體好似報有個細蚊女啊，好似受咗傷咁啫。咁但係呢，好似仲未見到有人員嘅離去，而且呢，對呢個以色列本土嘅城中嘅破壞咧，亦都微乎其微。嗱，根據上文提會我哋就係伊朗指導佢哋係成功做到佢哋要嘅效果，就係要始作俑者咧嚟到償還翻佢哋嘅代價，即係去邊境嗰度嘅一啲基地。呢啲基地咧就係當日由呢個 F-35戰機開始進發，然之後咧嚟到遠程攻擊佢哋喺大馬士革嘅伊朗領館啊嘛。咁所以佢哋話：我而家攻擊翻嗰個基地，甚至攻擊翻個邊境嘅情報中心。咁呢啲先係始作俑者，已經成功令到佢哋停運啦。咁嗱，停運呢兩個字咧，好多原因嘅，斷咗條電線可能都會停運嘅。咁有冇真係對佢哋啲機構造成打擊呢？嗱，起碼西方新聞呢係冇報嘅，但係伊朗嗰邊新聞呢就有報。但係喺呢度我哋可以即刻先寫個總結先，就係如果講佢哋人員嘅損傷呢，喺伊朗喺今次絕對係遠遠重過喺以色列嘅，因為伊朗呢，佢又已經有7個領館人員同埋3個軍官呢就係離開咗，舉國呢都係哀鴻遍野，而以色列今次呢係冇呢啲問題出現嘅，咁所以呢方面我哋可以寫個總結先。咁係咪代表今次伊朗嘅行動咧失敗呢？我哋就要睇伊朗今次其實為咗啲乜嘢而行動，佢哋表面嗰套同埋裏面嗰套係為咗啲咩？有冇達到佢哋嘅目的？另外呢，就係喺講緊評論今次呢超過300個，其實係301個呢啲無人機同埋巡航導彈、火箭炮嘅發射裏邊呢，喺部署呢件事之前，我哋睇到啲咩端倪嚟到去推敲得到佢今次嘅戰略目的呢？我就陪大家喺度慢慢講啦。嗱，話說喺4月4號，以色列都已經喺4月4號唔係14號，即係起碼10日前，以色列都已經多區就斷咗呢個佢哋嘅 GPS， 為嘅呢就係若然有啲導彈無人機過嚟嘅時候呢，咁導航導唔到。咁但係點解伊朗嗰啲無人機同埋飛彈都能夠飛到去以色列嘅境內呢？佢哋係靠咩？咁就梗係絕對唔係靠美國嘅 GPS 啦，亦都唔係靠呢個歐洲嗰邊用嘅伽利略，亦都唔係靠俄羅斯嘅導航系統。俄羅斯嗰個導航系統都比較老噶啦。嗱，雖然係咁啫，俄羅斯嘅導航系統老啫，但係佢哋干擾人哋個 GPS 咧，亦都係有咁嘅能力。而家消息咧就可以話俾大家聽，伊朗係靠住中國嘅北斗嘅導航系統嚟到去策動佢嗰啲遙距嘅攻擊嘅，而呢個北斗嘅導航系統令到美國慌張，因為美國沒有辦法干擾到北斗。中國嘅北斗系統呢，就建設咗一個衛星導航系統啦，衛星系統咁就邊個想用嘅咪收租咯，收租你俾錢就可以用中國嘅導航系統，就令到今次伊朗嘅攻擊呢係湊巧。以往呢，伊朗係冇辦法去發動咁樣嘅攻擊嘅，因為你話即係唔好講過千公里遠啦。淨係如果冇咗導航系統100公里都可以射歪，根本變咗咧就盲目咁亂打嘅。所以導航系統咧就算對短程嘅火箭炮咧都係必要。美國一直以嚟咧就係恃住自己先發展呢個太空科技，有呢個 GPS 導航系統，就諗住用呢樣嘢咧建設一個嘅導航霸權。須知道我哋亦都曾經係忍辱負重受過美國呢個 GPS 霸權嘅氣。就係我哋中國嘅銀河號事件嚟到屈我哋呢，我哋嘅貨輪有啲嘢同呢個北韓有關，就要野蠻地扣住我哋嘅船同埋上船嚟到查。咁自從嗰次嘅事件之後呢，中國痛定思痛，就一定要研發一個屬於自己嘅北斗系統。咁但係呢，大家唔講唔知咯，即係其實話就話世界分兩邊，佢有佢 GPS，我哋有我哋嘅北斗，但係其實美軍自己呢，亦都會用下北斗嘅。
基本上咧，其實就平時軍事咧都係咁樣嘅，好多時咧就係佢哋會用翻自己本自家製嘅 GPS 導航系統。咁但係佢哋咧以備不時之需咧，身上都會帶備一嚿裝置，或者例如話一個電子手錶咁樣。萬一佢哋嗰個 GPS 係 down 咗或者被干擾嘅話咧，佢都即時可以有另一個衛星系統嚟到去等佢不至於失去呢個方向啊嘛。所以其實咧呢樣嘢喺軍事咧都係一種常識嚟嘅，係會有咁做嘅。點解佢哋會擔心佢哋 GPS 被干擾呢？就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即係俄羅斯佢嘅導航系統未必夠 update，但係咧佢干擾人哋嘅能力咧，亦都係有翻咁上下。所以美國會干擾到俄羅斯嗰個衛星系統，俄羅斯亦都干擾到美國嘅 GPS，屢有咁嘅事發生嘅。咁講起戰前嘅準備呢，就係呢一批超過300嘅，其實301啦嘅無人機同埋巡航飛彈喺佢哋出發之前呢，咁是否冇預兆呢？其實喺國際社會而家進一步消息出咗嚟，而伊朗呢，佢哋嘅外長亦都再一次喺公開嘅媒體亦都強調到，其實喺佢哋發射之前72小時，佢已經不停咁樣，伊朗已經不停咁知會其他鄰國，話將會有咁樣嘅一輪攻擊，而呢樣嘢係甚至連美國啊、歐洲嗰邊都絕對係知道嘅，係有聯絡佢哋。所以呢，就係喺發射之前已經預先通知咗國際社會，就話今次嘅目的係要做到啲咩效果，就只限於聯合國憲章裏面嘅正當防衛51條，係因為以色列爆發咗佢哋嘅領館，所以佢哋有出師有名地進行回應啫，係僅此而已。即係話國際社會知道今次呢，佢哋會去到咩程度嘅，就係只不過觀察佢會唔會講係一個程度，但係做起上嚟呢，就刺激到另一個程度。但係根據我哋嘅軍事分析，一陣間亦都會提供俾大家。其實伊朗今次呢，佢亦都係表態居多，並唔係應該係話絕對冇將佢哋真係看家本領同埋啲高力量嘅軍備呢嚟到使出嚟，所以極有可能呢係一個表態。咁代唔代表伊朗軟弱呢？代唔代表伊朗今次藉住今次呢個沒有效嘅攻擊空擊露咗底，佢哋嘅軍力嘅程度露咗底呢？又有好多時評係咁樣講嘅，話今次俾人哋唔理係咪以色列自己攔到啦，總之大部分都攔截得到，而且呢，你話要報復，你嗰度走咗咁多人，咁多關鍵嘅人物，以色列嗰邊冇人走到喎，冇人離去到喎，咁係咪你失敗呢？嗱，表面上邊呢，可能係咁樣，因為好多時評都咁講，咁所以呢，如果你熟悉軍事同埋伊朗嘅真正實力嘅話呢，你就會知道佢今次係特登唔會出啲勁嘢出嚟，咁所以呢，就應該係表態居多。咁喺軍事軍備分析呢，轉頭亦都會陪大家。而家講咗外交先，國際形勢先。而家進一步呢，好多美歐嗰邊嘅媒體啊，美國嘅媒體都有講到啦。其實呢，就係早就已經有咁嘅預測，而伊朗呢，亦都係釋出信號，話自己已經準備好。就有一輪咁樣嘅攻擊，甚至喺呢個華爾街日報咧，亦都講咗喺呢個12號嗰陣時候咧，已經講咗，就話48小時內伊朗會做嘢，咁係一個好明確嘅信息。咁意思即係咧，伊朗冇亂噏，佢係真係有72小時之前咧通知呢個世界其他單位，佢哋會進行回應嘅。而就喺事件真正有一大批無人機同埋導彈出發嗰陣時候呢，多國亦都關閉咗佢哋領空啦。美國啊、中國啊、俄羅斯、法國、印度唔同嘅地方都同佢哋嘅公民就講話冇乜嘢呢，就唔好前往伊朗同埋以色列啦。呢啲咁嘅警示，反而呢，今次我哋仲睇到呢，就係經過48小時之後，西方嘅媒體嚟話 CNN 呢，就話嗱，今次伊朗嘅大報復行動看似失敗，其實唔係。幫佢哋講嘢喎，話係一個精心設計、有表態，同時又能夠令到武力唔會升級嘅一個行動嚟嘅。而今次伊朗亦都喺聯合國表示到行動已經結束咗啦。若然以色列再犯嘅話，佢哋就會再有嚴厲嘅回應。伊朗嘅外長呢，就再一次強調，佢哋早喺72個小時之前呢，已經同鄰國即係打咗呢個信息㗎啦，就叫佢哋大家都注意。咁從中我哋就睇得到，就如果西方媒體都係咁講，而伊朗自己亦都承認係事先呢就講咗話去到咩程度，事先通知到大家注意嘅話，咁真係我哋叫呢啲叫全面發動戰事嘅決心，就睇嚟真係有啲質疑，應該就唔係喎。咁我哋進一步分析落去啦。
慢慢咧就會帶出美國喺今次呢件事件上面點樣抽水，想乘機顯示到咧自己依然好有牙力，依然可以喺國際嘅形勢上面咧能夠擺得平問題嘅，有話事人啊嘅力量。咁轉頭就慢慢帶出美國點樣抽水啦。話說，如果你講翻喺伊朗自己本土嘅情況咧，如果佢真係想全面同人開打嘅時候，咁啊德黑蘭嘅當局應該都係會通知佢民眾，話大家要有呢個作戰嘅決心，大家要注意啊，因為唔知嚟緊會發生咩事。但係其實德黑蘭當局並沒有知會佢啲人民啊，話會全面開戰，反而咧喺第一批呢啲巡航導彈同埋無人機 take off 嘅時候咧，滿街都係人喺城市嗰度咧喺度 celebrate 緊，喺度慶祝緊，咁就即係其實就冇全面開戰嘅打算啦。嗱，有人就指到呢啲咧就係佢哋伊朗民族啊，即係始終都係古文明波斯人啊嘅智慧咁樣樣。咁到底係咪咧？啊，會唔會啲西媒啊都係有心嚟到去講到伊朗係唔會升級？咁如果佢特登咁講嘅話，有咩動機咧？咁轉頭咧就會慢慢同大家咧嚟到帶出嚟噶啦。當全世界人覺得伊朗根本明顯啊去咗48小時之後嘅分析就係明顯沒有準備全面開戰，而且伊朗喐嘅地方都係嗰啲其實啊真係針對咧就唔係以色列嗰邊最主要嘅城市，都係啲邊境啊邊界嗰度進行攻擊，再加上呢個72小時之前嘅回報，咁就更加顯得咧就係表態做樣俾啲國際社會睇居多。美國嘅敗露頭咧乘機撲出嚟就話，如果唔係得我全面擺平啊呢件事，喺呢件事由呢個4月1號以色列Bibi 爆咗人哋嘅領館，跟住我過去呢14日馬不停蹄咁進行勸服，全靠我哋美國人嘅實力，再加我拜登嘅牙力，有牙力亦都要講實力，所以我先至擺平得到呢個中東之亂啫嘛。如果唔係呢，而家中東變成第7次嘅大爆發啦，第7次大戰啦。嗱，拜登咧乘機走出嚟抽水啦，咁有冇用呢？真係會有啲用嘅，所以知道民主黨嗰邊都係反戰嘅情緒嚟嘅。如果拜登就真係咧再一次同佢哋美國國策一樣，就全面支持以色列嗰邊嚟到去開打嘅話咧，咁佢就一定盡失民心。佢今次選情咧就唔使諗噶啦。同大家講，現在美國嘅國會咧，其實亦都係依然無條件地軍援緊以色列，呢樣嘢係未改嘅呢個立場。無論明暗兩個渠道咧，美國都仲喺軍事上面、資金上面咧、科技上面咧係支持緊以色列嘅。咁當然我而家講緊咧就唔係國會或者美國真係明暗面做啲乜嘢啦，係講緊政治表態，即係講緊宣傳，即係講緊 marketing 啫。咁敗露頭咧，今次呢個 marketing 乘機走出嚟抽水咧係有用嘅，佢係達到咗佢嘅目的。咁而家講下咧，最急去趕走晒巴勒斯坦人，去佔領成個巴勒斯坦，攞佢哋嘅所謂應許地，等佢哋咧可以紮根喺嗰個應許地嗰度咧，然之後再重整嘅中東嘅秩序。呢個內塔尼亞胡最急去繼續開打，同埋打到有個結局咧，就係佢。第二重抽水咧就係敗露頭。大家記唔記得咗？當嗰批300無人機與巡航導彈喺以色列上空爆發咗之後，事情過咗去啦。嗰日晏晝美國即刻話：我係會支持以色列，但我唔會支持佢還拖。第一，第二咧就係我會勸佢收姜。咁呢個就係敗露頭咧，拜登第二重嘅抽水，就係話嗱，第一經過我勸咗之後咧，所以伊朗咧就淨係有限度地嚟到回應，就唔全面開打，全靠我嘅功勞。第二就係全靠我勸之後咧，內塔尼亞胡亦都唔採取進一步嘅回應啦。因為以內塔尼亞胡嘅性格，好多人都話，好多時評咧就話，既然今次以色列嗰邊冇咩傷亡，冇咩重創係嘛，而且伊朗嗰邊嘅攻勢咁弱雞，咁俾唔到理由佢嚟到還手啊，咁所以佢咪選擇唔升級咯。咁呢個說法梗係荒謬啦。所以知道當日喺加沙嗰批火箭彈話就話5000火箭彈攻入去呢個以色列嗰度，以色列跟住進行嘅回應係咩？進行回應就係10月7號到今時今日對呢個加沙對以色列人民嘅呢個大洗牌啊嘛，冷酷無情嘅大洗牌，完全係唔對等嘅回應啊嘛。咁內塔尼亞胡點會唔藉住今次伊朗嘅呢個攻擊嚟乘機大做文章，然之後咧就出師有名，用唔對稱嘅攻勢，甚至可能真係即係講盡啲，好似美國共和黨嗰啲人咁講，即係射埋嗰個核彈過去啊！佢梗係想咁樣噶，但係佢今次收姜並唔係唔敢，並唔係要忌憚國際社會，係因為其他原因。
總之咧，咩原因都好，拜魯頭今次咧第二重嘅抽水咧，亦都湊巧，起碼到目前呢一刻，以色列嘅內塔尼亞胡咧都仲係同外界講，經過開會之後就會另外再揾方法，另外再揾時機，要伊朗嗰邊付出代價。嗱，但係咧喺伊朗當地嘅媒體咧，卻有大字標題講到，其實就係講到戰鼓已經響起。而家就係睇緊總統嘅下一步係啲乜嘢，裏邊嘅內容有指到，自從1991年呢個沙膽姆事件啊以來咧，以色列都從來冇俾人哋喐過嘅。嗱，呢次係自從1991年沙膽姆以嚟咧，以色列咧真係有飛彈啊、無人機啊呢啲咧係真係入侵到佢哋嘅國土，雖然被截咗啊嚇，雖然冇咩損傷啊嚇。但係佢哋咧特登咁樣講，視為奇恥大辱，就期待住總統嘅回應，係透過咧以色列佢哋當地嘅媒體帶出嚟嘅風向嚟嘅。媒體咧就一定係有風向嘅，媒體唔係中立。咁如果媒體咁樣報意思，就即係內塔尼亞胡當局咧係希望往呢個方向嚟去睇呢件事。咁即係佢咧將戰事升級同埋繼續打落去嘅心咧係不死嘅。而有另一個媒體叫做法新社，佢都研判緊，即係佢哋嘅分析員都話，內塔尼亞胡咧極有可能係會回應，甚至佢哋覺得會肯定會回應添，只不過係未知道咩時間同咩地點。所以如果有人話，因為比例原則就係人哋有咁嘅比例咁嘅程度，你又要回翻咁嘅程度，咁先至合呢個國際規矩先合風度咧，呢個說法係講唔通。咁我哋亦都知道，即係內塔尼亞胡係咩重飛，今次呢個戰事已經開始咗啦。會唔會做咗咁多嘢之後，對巴勒斯坦人進行咁大規模嘅呢個洗牌之後，會就咁停咗落嚟不了了之，甚至翻返去所謂嘅呢個兩國方案啦？聯合國所講嘅兩國方案呢，亦都係中國不停咁講到一定要遵守嘅呢個大家呢個國際社會嘅共識，就係翻返去1972年之前嗰個版圖，嗰個版圖呢。大家係會見到係喺巴勒斯坦呢個地方咧，巴勒斯坦人同埋以色列人咧係平均分享緊呢個土地嘅。嗱，大家如果咧喺網上面搜嘅時候咧，要注意一樣嘢，就係你打1972年嗰個版圖嘅時候咧，你會見到咧就係巴勒斯坦國佢哋嘅好一點點好散嘅，而完完整整嘅土地咧都係以色列。嗱，嗰個其實係嗰場戰事好短時間內完咗之後咧，即係以色列係欺負完人哋贏咗啦，所以佔領到咁多嘅板塊。而呢個巴勒斯坦人咧，佢哋係只能夠有啲零星一點點嘅板塊，即係特別少嘅。嗰個其實係之後打完嗰場仗之後咧，不公平嘅分配嚟嘅。咁所以而家兩國方案咧係講緊，其實係1972年之前嘅嗰個版圖，大家兩個咧係平均啲咁分配嘅嗰個版本嚟嘅。咁但係講就咁講啫，呢啲叫理想主義，講出嚟好好聽。其實好多人都講啦，咁如果真係推翻兩國方案，咁點分啊？約旦河西點樣劃啊？仲有你加沙走廊，你話你而家軍人入唔入到去啊？點樣兩國方案呢？點推啊？講就容易，同埋好好聽。所以而家關鍵呢，反而咧全世界人講緊個關鍵就係喺美國總統大選嗰度。反而咧好多人就覺得啦，唔係淨係巴以問題咁簡單，甚至連俄烏問題去到點樣收姜呢？都係睇11月。11月係咩日子啊？11月咁啱就適逢就係美國總統選舉，彷彿好似呢個世界好多嘢都係於邊個當朝咁一樣。如果能夠拖到11月選舉，特朗普贏咗嘅話呢，咁內塔尼亞胡就會有進一步嘅支持，咁亦都表示澤連斯基咧將會被棄用。咁但係另一方面呢，若然係拜魯頭當家嘅話呢，再一次連任，咁應該阿 Bibi 呢就會落台嘅啦。會俾人踢落台啊，因為要交代啊嘛。咁但係咧，俄烏嗰邊就繼續拜魯頭運用佢嘅戰略，收割歐洲，挾呢個烏克蘭號令天下。大家嘅預測咧就大概係咁樣。咁講起點解內塔尼亞胡會下台咧？因為大家都覺得咧，就係今次以色列咁急嘅戰略，就係因為已經冇時間去打公關牌，即係過去咁多年都係扮受害者啊嘛。我哋猶太人好苦啊，咁樣過去俾人欺負咁樣。因為今次嗰個戰事嚟得太急，所以公關咧已經係唔夠時間去做，所以咧就非常之冷酷無情，受到全世界嘅譴責。咁呢件事無論打贏打輸都好咧，最後都要有人問責嘅，要搵人孭飛嘅，所以就會踢內塔尼亞胡落台。咁然之後就搵另一個
以色列嘅總統嚟到溝淡一下嗰啲民怨咁樣，就有個咁樣嘅說法。嗱，目前為止咧，所謂嘅停火止戈咧、撤軍咧喺加沙嗰邊咧，以色列嘅行為咧都係呢個緩兵之計，因為國際社會好難去喺明面上面咧，或者過到自己嘅國會咧，咁嚟到去支持以色列，係得美國可以咁簡單直接啊，無論係明暗兩面咧，咁樣嚟到去支持以色列嘅啫。咁啊，國際社會都唔敢啊，做唔出噶啦呢啲嘢。咁所以以色列係面對一定嘅壓力嘅。咁接住落嚟咧，就會用軍事嘅角度嚟到陪大家喺度研究一下，到底伊朗係咪真係要打伊朗呢？又或者有啲時評講今次伊朗露晒底啦，原來啲攻勢咁弱嘅，到底係咪真嘅呢？我陪大家嚟到去拆解嘅真相同埋分析一下啦。嗱，以軍力嚟到講，伊朗有嘅軍力呢就係80萬大軍，喺中東嚟講呢係為數係最多嘅，無論係呢個現役啦同埋後備。因為喺諸般嘅軍事制裁底下呢，咁伊朗係需要自主研發，咁伊朗佢哋嘅海軍實力就唔夠啦，空軍實力佢哋嘅戰機都非常之老噶啦，就被譽為呢就係70年代嗰陣時候買嘅嗰啲幽靈戰機，或者嚟自美國嘅啲熊貓，而家佢哋去咗佢哋嗰度呢改名叫波斯貓嘅戰機呢，咁都係好舊嘅戰機嚟噶啦，咁所以空軍實力亦都係欠奉。唯獨是能夠咧就自主研發，唯有喺呢個彈道導彈啊、巡航導彈、飛彈方面咧嚟到去做到佢哋要有嘅戰略效果。嗱，現在佢哋自主研發嘅呢啲巡航導彈咧，發射距離係可以係1900至到2500公里嘅，亦都有佢哋嘅呢個進攻又或者自我搞掂式嘅無人機。如果係低空飛行嘅話咧，亦都可以避開呢個雷達。咁講起呢個軍事制裁咧，咁呢樣嘢對我哋嚟講都唔係新鮮事，大家都知道伊朗被軍事嘅制裁，被美國制裁嘅下場咧就係任何人都唔可以同佢溝通，打個電話都唔得。如果唔係咧就涉嫌啊，你違反咗呢個美國嘅世界規矩。我想講嘅咧就係大家記唔記得當日孟晚舟就俾美國嗰邊屈，話佢旗下嘅呢個星通公司嘅個子公司同伊朗嗰邊做生意，就攞呢個理由咪夾住佢咯，所以咪夾住咗孟晚舟。咁呢啲咧就係西方世界佢哋嘅野蠻，但係今次喺派備出去嘅無人機就被譽為咧就飛得特別慢。嗱，佢哋數量雖然多，但係飛得好慢。有好多人甚至講咧就係佢唔應該飛得咁慢，應該再快啲先啱嘅。飛得慢會唔會係一種表態咧？有人話就話啦，飛得慢因為佢哋實力唔夠，所以咧咪就係雖然多啊，但係速度啊就非常之欠奉咯。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射過去嘅導彈方面啦，導彈方面終端速度咧就係5馬赫，但係今次射過去嘅巡航導彈卻只有3馬赫嘅速度，就話非常之慢，就被人講咧就係話以色列嗰邊啊，淨係攔截嘅導彈都係5馬赫啦，快過你好多啊，所以好多人就話啦，係唔係今次呢一批嘅導彈就證明咗伊朗咧其實個底就係得咁多咧？其實唔係，伊朗仲有好多啊。呢個飛彈方面、巡航導彈方面咧，仲有勁嘢，佢係今次冇用到出嚟。呢個3馬赫嘅速度咧，就如果熟悉軍事就知道佢係純粹係呢個做樣居多。咁所以好多呢個世界中意自嗨嘅時評咧，就會話啦，嗱，今次呢一役伊朗露晒底，證明佢根本咧就係呢個軍事弱國，以後唔使驚佢噶啦，空軍冇優勢啊，唔好講話打到去以色列啦，當佢全面進軍啊。就係佢淨係打到伊拉克或者係敍利亞嗰度，我都已經軍力不繼啦，點樣去到以色列呢？咁樣，所以就覺得佢戰力不足。咁到底係戰力不足啊，定係純粹表態，定係韜光養晦呢？熟悉伊朗佢嘅底牌同埋軍事軍力去到邊度嘅人呢，都會知道嗱，係咪佢嘅真實力，定係佢僅此而已。咁若然你講地理位置嘅時候呢，咁如果係咁講，以色列亦都冇全面同伊朗開打嘅理由啊，因為有啲人就亦都講啦，你淨喺隔離啊，以色列嘅南北兩邊，就喺隔離有個黎巴嫩嘅真主一派，你都成日同佢互擊啦，你連黎巴嫩嗰都未搞掂，你點去打到去伊朗啊？以色列嘅空軍呢，雖然實力超長，對比伊朗嘅空軍呢，就可以講得係啊，當然係冇得比。咁但係伊朗呢，就係一個好頑強嘅一個國家嚟嘅，咁多年以嚟呢，都用佢哋嘅方法嚟到喺國際社會度咧，嚟到支持住自己嘅力量，即使俾諸般嘅制裁都好，佢哋會有佢哋嘅方法嚟到生存。就好似以往喺無人機嘅世界裏邊，伊朗點樣用電子誘導啊，將美國嘅無人機咧
即使係當年2011年先進嘅 RQ-170咧，俾佢電子誘導就降落咗喺伊朗度咧，等佢哋可以將佢拆解嚟到學裏邊嘅技術，而研發咧成為咗佢哋嘅雷電式無人機。以色列咧曾經有個記錄，就可以好精準咁嚟到去打擊一啲佢哋嘅敵國嘅呢個核能設備，以防佢哋呢個核軍備。佢點樣去炮製呢個沙膽姆事件咧？佢經常攞翻出嚟津津樂道嘅。就講到伊朗，佢哋即使就算佢哋有核武都好咧，以色列都唔驚，都可以精準打擊。咁但係其實到今時今日，是否可以同一樣照板煮碗做到一樣嘅嘢咧？嗱，呢樣嘢咧，大家都好質疑嘅。但係咧有樣嘢數據咧，我哋卻係非常之清楚，就係講今次喺無論係短程由呢個抵抗之湖佢哋鄰國射過去以色列，又或者由伊朗嗰邊經過1000幾百公里過去以色列嘅巡航飛彈，佢哋嘅造價咧都遠遠唔夠現在以色列進行咗一系列嘅抵抗。嗱，短短呢個幾兩個鐘頭，佢哋就咁樣蒸發咗咧13億嘅美元，係13億嘅美元係差唔多以百萬計嘅港元，因為佢哋嘅鐵穹系統咧一射就射2支出嚟截一發嘅導彈。伊朗嗰邊雖然動用係300架次嘅，無論係無人機或者呢個巡航飛彈都好，咁但係咧佢造價遠遠就唔夠佢鐵穹系統射出嚟嘅嗰啲攔截彈咁貴。而好多人呢，就有一點好好奇，就係點解今次中國同埋俄羅斯呢？喺今次嘅事件上面，當然啦，佢哋一定會講話國際社會要克制，大家都要克制，唔好呢，你有煽動今次嘅事情再去升級。咁但係呢，如果喺對比以往嚟講，中國同埋俄羅斯係異常地安靜，到底異常地安靜啊，定還是喺度靜觀其變呢？但相信呢樣嘢呢，就要進一步嚟到去睇局勢嘅發展呢，先至可以預測得到之後嘅事情會點。新潮文亦都會為大家呢嚟到一一報道落去嘅。但係喺講中國俄羅斯言論之前呢，就要數一數聯合國嘅古特雷斯。最近呢，啱啱就喺呢個聯合國度咧又譴責伊朗嘅行為喎，所以咧佢哋嘥氣嘅。古特雷斯又話大家都要克制唔好戰事升級。而家咧又要配合翻西方世界陣營嗰邊嘅言論咧，又要譴責呢個伊朗又唔見佢譴責下多啲譴責下呢個以色列嘅行為。所以咧講到嚟呢度咧，大家都唔需要對聯合國呢個機構咧有咁大嘅信心噶啦。可能去到最後咧都係邊個有牙力邊個有實力，咁就傾向於邊度，即係可能都係一個牆頭草嚟嘅啫。講到所謂嘅國際嘅公平公正嘅咧，睇嚟咧就太理想主義啦。不過講到雙重標準嘅表表者咧，就真係今日要同大家講一個人。咁再之後落嚟咧，就為大家報道英國嘅前首相，而家係英國嘅外相就係呢個退休之後咧就靜極思動就翻嚟諗住挽回翻英國嘅政府嘅聲譽嘅呢個 David 卡梅倫。David 卡梅倫最近咧就為呢個國際嘅媒體廣傳開去，表演咗咩叫真真正正嘅厚面皮同埋呢個雙重標準，就係講呢句的佢馬上打倒上一句的佢。話說卡梅倫咧今年就57歲，啱啱咧就喺佢哋英國嘅主場呢個天空新聞Sky News 嗰度咧進行一個節目嘅訪問。咁節目訪問就係講佢對呢個國際形勢嘅表態啦，就當然係講緊呢個伊朗同埋以色列嗰邊佢哋嘅紛擾，咁佢有咩意見？咁佢言論咧可以講得係配合晒成個西方陣營要打嘅牌之餘咧，再加埋自己嘅特色落去嚟到去演繹。但喺個演繹嘅過程裏邊咧，就真係演得太難睇啦。57歲嘅卡梅倫記者就同佢討論而家嘅局勢。咁佢第一件事咧就懶係有智慧咁樣咧，就話以色列嘅內塔尼亞胡咧應該多啲用佢嘅腦諗嘢，唔係應該隨心而為，用多啲理性，少多啲情緒用事。千祈唔好再將呢個戰事升級，要 play smart。佢表態到英國咧係唔會支持以色列嘅反擊嘅，但係會支持以色列保護自己咁話。咁其實點為之反擊，點為之保護自己呢？呢啲任佢講嘅啫。到下一刻西方世界要支持以色列大舉嚟到去進軍中東嘅時候呢，到嗰陣時佢哋又會話係我哋支持以色列保護自己。所以知道保護自己最強嘅防守咪就係主動出擊咯。咁任佢哋講嘅啫。其實卡梅倫話以色列呢，其實呢，按道理係可以回應嘅，
不過回應咧就唔代表反擊喎，回應就還回應，反擊就還反擊。講嘅嘢咧就有幾模棱兩可，得個模棱兩可。不過有樣嘢咧，佢就算幾模棱兩可咧，都真係自我反駁噶啦。話說記者就同佢講起，即係伊朗今次嘅軍擊。咁啊，卡梅倫咧就話哇，伊朗好邪惡，佢嗰啲發動出嚟噶啦。嗱，我要糾正你啊。當記者問佢，個主持問佢，呢300個飛行物當中包括火箭彈、無人機同巡航系統嘅時候咧，卡梅倫咧就要煞有介事咁話，哇嗱，我話俾你聽，唔係300，係超過300個，係總共301個先啱啊！多一個咧都要煞有介事咁講。咁所以咧，佢哋就要再仔細啲咁嚟數一數啦，就係110嘅火箭彈、185嘅見證者無人機，同埋36巡航導彈。嗱，當然啦，唔同嘅數字咧有唔同嘅報法嚟。伊朗嗰邊自己報咧又唔係呢個數嘅喎。咁而家當然啦，咁西方陣營要報呢個數301就301啦，加埋。咁煞有介事咁糾正咗呢個主持之後咧，就話嗱，呢啲係好危險噶嘛嚇，你求其一個爆咗一啲唔應該爆嘅地方，都造成千萬嘅人嘅損失離去嘅，你話幾危險？所以咧，現在伊朗做嘅所有嘢，完全將伊朗嘅真面目展露於全世界啦，展露咗伊朗呢個國家就係邪惡嘅代表，佢咧就對呢個世界有邪惡嘅影響咁話。咁但係主持咧馬上就突然間突擊卡梅倫就話啦，喂，咁若然英國嘅領館喺外地俾人爆咗嘅時候咧，咁英國會點面對咧？咁卡梅倫咧就冇心理準備，對方有此一問嘅時候，當堂咧就中咗招啦！突然間面色一沉，咁然之後模棱兩可，掠晒嘴，語氣咧都低咗2格，咁喺度掠你咁講，即係如果有咁嘅情況咧，咁不停咁眨眼，不停咁搖頭，咁英國都會係非常之強而有力嘅，咁去斷言咁去應對嘅咁樣，咁所以帶出嚟咧就係，如果英國嘅領館俾人爆，英國就可以強而有力咁去嚟到去應對。咁但係咧，若然伊朗嘅領館俾人爆咧，佢哋就唔可以應對，就係一個典型嘅雙重標準，引領咗俾全世界睇。而卡梅倫嘅變臉嘅厚顏無恥咧，嗰個尷尬嘅表情咧，亦都喺國際媒體度得以廣傳啦。嗱，呢度咧就同大家分析下呢個微表情咯。嗱，大家完全知道佢根本係雙重標準啦，所以佢心虛。除咗佢嘅語氣低咗2格呢個響亮程度亦都低咗2格之外咧，你見到佢眼神浮定不停咁眨眼次數多過佢之前講嘢，你譴責人哋講嘢振振有詞對內塔尼亞胡說教，話要學下佢哋英國人咁 smart 嘅時候咧，佢哋個氣勢係完全唔同嘅。突然間咧就眨眼頻率多咗好多，咁講嘢嘅時候咧不停咁搖頭咧，就表面上講緊呢啲，我哋要做嘅不外乎係。都係絕對會做嘅咯，絕對會做嘅就係斷言very strong 咁去回應佢話。咁但係你其實如果大家平時見到人哋講緊一樣嘢嘅時候，佢應該講嘅嘢係層層遞升，例如話或者佢要加以解釋自己嘅成就加以解釋一啲美好，就更加宏大嘅嘢嘅時候，突然間語氣沉咗落嚟，同埋咁樣咧，咁你就知佢吹緊水啦。呢啲叫虛，又或者咧有陣時候你突擊你嘅伴侶例如話你同佢講咗一輪嘅嘢，咁佢咧佢嘅語氣精神眨眼頻率都係處於一個頻道嘅時候，突然間你一問佢，你尋晚去咗邊咁樣，咁佢咧就係想搖頭冇咩特別咯，不外乎都係同朋友吹下水飲下嘢咁傾下心事咁咯，咁樣突然間個語氣低咗2格，突然間咧個精神力亦都低咗2格，不停咁搖頭，不斷咁眨眼嘅時候，咁你就知道佢咧就絕對唔係淨係同朋友出去飲嘢吹下水咁簡單，係做一啲虛唔敢同你講嘅嘢啦。咁所以咧記者咧見到卡梅倫咁虛嘅時候咧，身為一個主持梗係要鋥得佢2下啦。就問到，哇，咁大馬士革嗰個伊朗嘅領館被爆咗嘅時候，咁你又點睇咧成件事？卡梅倫就問啦，喂，關於以色列佢哋點樣做，佢哋選擇做啲咩唔做啲咩咧？嗱，就係佢哋自己嘅事。無論佢做啲咩嘢咧，都係佢自己去面對。所以我哋英國咧係唔方便評論嘅關於佢哋嘅問題。咁樣咁關於伊朗嘅行為咧，調翻轉頭就佢即刻話，伊朗梗係邪惡啦，佢做啲咩都邪惡，佢行邪惡，坐邪惡，佢個眼神邪惡，佢把聲都邪惡，就係呢個世界邪惡嘅代表。伊朗咧做啲咩嘢咧，佢都要負責。
總之而家今時今日咧，呢個巴以嘅戰線問題咧，就係加沙嗰邊發生啲咩，也門嗰度咧，呢個紅海又發生啲咩嘢，黎巴嫩發生啲咩咧，全部伊朗都要負責。嗱，呢個就係卡梅倫點樣回答啊個主持啦，即係一邊咧就可以話要譴責就譴責伊朗，問到佢哋英國領館俾人爆咧，佢就即刻話冇問題，梗係傾囊盡出咁去回應啦。跟住又問咯，以色列嘅問題有冇問題啊？咁就話冇問題，佢哋做咩佢哋嘅事，我哋唔方便評論。咁問到伊朗咧，就話呢個世界乜都關佢事，佢乜都要負責，就譴責佢。真係全部咧係一句接一句咁樣，不停咁呢一句打到嗰一句，嗰一句又打到呢一句咁樣，完全係睇得到展示俾世界睇乜嘢係厚顏無恥嘅呢個雙重標準。所以卡梅倫今次咧其實想上節目咧，佢就想帶出就係話伊朗首先。你嘅領館俾人爆，導致你7個領館人員離去，同埋3個軍官咧離去咧，係你哋嘅失敗。跟住到你哋呢一輪嘅呢個攻擊，強調到301嘅架次嘅攻擊嘅時候，俾人哋99% 攔截到落嚟咧，又係你第2次嘅失敗。卡梅倫話伊朗係雙重失敗啊，咁樣講，要全世界知道伊朗雙重失敗。但係全世界人咧馬上喺下邊留言同埋回應卡梅倫講啊，佢係咪雙重失敗唔知，但係你卡梅倫絕對雙重標準。呢單嘢咧仲未有香港嘅媒體咧翻譯西方嘅新聞嚟到報導嘅，咁我就係睇呢個英文嘅新聞睇到，而睇到咧英文世界咧喺西方世界咧冇人支持卡梅倫，全世界都話佢厚面皮啦、無恥啦，係呢個歐美政客嘅代表啦、雙重標準嘅代表，冇人讚嘅。不過卡梅倫今次嘅呢個訪談裏邊咧，亦都指出咗一樣嘢，就係卡梅倫自己話唔知佢係咪爆料爆咗出嚟。聯合國雖然追求克制同埋和平，但係卡梅倫話佢自己認為以色列一定會揾個適合嘅時機，揾個適合嘅方法，要伊朗嗰邊付出沉重嘅代價。嗱，呢個係卡梅倫作為英國外相喺媒體公開講嘅嘢，係有其一定嘅代表性。咁同一啲之前嘅媒體又或者同以色列自己所表達嘅嘢咧，其實係同出一轍嘅，都係話甚至字眼都一樣。會揾適合嘅方式、適合嘅時間，要伊朗嗰邊付出代價。咁從中咧，相信我哋可以睇得到，暗地裏以色列同國際社會係知道以色列將會有啲咩點樣嘅行動。係啊，所以咧講到嚟呢度嘅時候咧，大家睇得到就係呢個 Sky News 佢突然間係咪正義上身去反戰咁樣？咁絕對唔係嘅。即係總之，無論西方嗰邊主戰又好、反戰又好啦，西方都唔係好嘢嚟嘅。咁特別咧就係特別在喺今次一個咁樣嘅短短嘅訪談，藉住卡梅倫嘅表現，睇得到西方世界嗰邊其實根本點樣去抹黑住良心，去嚴重地雙重標準，根本理都唔理，包裝都唔需要包裝噶啦，夾硬嚟嘅。記者用嘅措辭咧都係好強硬，就係話喂，若然英國嘅領館被 flatten 咗，即係被移平咗，你英國會點回應啊？所以卡梅倫就話：我咁梗係強而有力啊，就係全副武裝咁嘅應對啦，咁樣。自己厚面皮嘅說話咧，亦都係成日用咗啲錯誤嘅措辭，即係話點解伊朗嗰邊嘅駐外領館有人員離去，就話人哋技不如人，話以色列嗰邊點解可以毫無損傷伊朗嘅攻擊去到咧，就係話因為伊朗配備佢哋嘅勇氣嘅攔截。唔係鐵穹系統科技嘅攔截，但係佢卻要咧，英國中意講嘢係 courageous， 非常之具勇氣嘅攔截，同埋精良嘅裝備，所以咪幸不辱命，保家衛國，做到應該做嘅嘢咯。咁如果伊朗想去保家衛國咧，就係邪惡分子喺度死死頑抗，所以咧西方政治政客，我從來唔覺得有啲咩可取之處，都係一大班學厚面皮，學好似拜登咁抽水。marketing 拉票煽動情緒雙重標準嘅一班人，亦都令大家體現得到咧所謂嘅民主社會嘅民主咧嘅真面目啦。即係伊朗嘅真面目係咪邪惡唔知，我唔同你討論呢樣嘢。但係你哋西方民主一定就係邪惡嘅代表。講到嚟呢度咧，最後要回應下咧，就係我哋亦都要感嘆喺年頭今年2024年年頭歐亞風險報告佢嘅精妙之處。就係呢個世界頭3大嘅風險咧，就係美國嘅內戰啦，就係美國大選之年。第2就係呢個巴以，第3就係俄烏嘅升級。而原來頭呢3大嘅風險，大家都係沿住一個關鍵，就係關鍵就係美國嘅局勢。所以美國嘅局勢係排第1，喺呢個歐亞風險報告裏邊咧排第1最危險嘅嘢。
就會引發美國嘅分裂同埋內戰。而呢個俄烏同埋巴爾嘅戰事咧，會唔會一個明確嘅結局呢？原來亦都係睇11月美國嘅大選。今日嘅節目暫時嚟到呢度。喺節目結束之前，就由我格仔嚟到親自介紹一下新潮文嚟緊喺6月份所搞到嘅新疆北疆之旅，究竟係點樣嘅先啦。今次我哋嘅行程咧就為期12天嘅，出發日期就會由7月21號至到8月1號。由於今次呢個行程係由我格仔結合到上年3次去到新疆之旅所改進到嘅經驗而重新編排嘅行程嚟嘅，所以今次嘅行程咧就同上年有啲唔同，係結合到究竟有邊啲地方好玩唔好玩，好玩嘅我哋就保留，再加入啲新嘅元素，亦都加入埋大家嘅體力考量同埋眼睛疲唔疲勞而重新設計嘅。所以有興趣嘅朋友咧就喺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聯絡潘小姐嚟到報名以及係查詢價錢同埋行程嘅。嗱，咁事不宜遲啦，就由我哋講下呢個行程第一日，我哋咧首先就會由香港出發，乘坐我哋已經為大家預先安排好嘅包車，就直達深圳機場。就喺深圳機場嗰度咧，就會乘搭直航機，就直飛到去新疆嘅首府烏魯木齊嘅。之後喺烏魯木齊，我哋喺休息安頓好一晚之後咧，就會正式出發。去到第二天，我哋就會翻越全長有2500公里嘅天山嘅南天山部分，然之後就會嚟到全個中國裏面最大嘅內陸淡水湖博斯騰湖。嗱，喺呢幅圖裏面咧，我哋就可以見到何謂中國第一嘅內陸淡水湖呢？佢嘅面積比起我哋成個香港加起上嚟仲要大。從前嚟講，人們就會話到新疆內處於亞洲嘅中心位置，喺呢度距離最近嘅海洋都要成3000幾公里，係一笪冇水嘅地方嚟嘅。但係如果大家見過博斯騰湖嘅話，就會對新疆缺水嘅呢個印象完全顛覆。喺呢一度就係屬於新疆人嘅海洋，我哋當然就要嚟睇一睇啦。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庫爾勒市呢一個被稱為梨城嘅地方，佢係有住全中國最好食嘅梨啊。然之後喺安頓一晚之後，就嚟到第3天，我哋就會嚟到我哋行程嘅其中一個重點，有人間仙境之稱嘅巴音布魯克大草原。同一時間，巴音布魯克大草原亦都係中國第2大嘅草原。嚟到呢度，大家就可以見識到平時我哋手機或者係電腦所用到嘅嗰啲 wallpaper， 一般咧都以大自然環境咧就作為藍本嘅。嚟到巴音布魯克大草原，你就會見識到比電腦屏幕、電視屏幕、手機屏幕更加靚嘅現實版 wallpaper， 比起我哋喺電腦或者手機見到嘅，仲要嚟得更加真實、更加靚。我自己睇完咧，亦都係畢生難忘嘅。當然喺巴音布魯克大草原，仲有一個唔可以唔睇嘅位，呢一個咧就係巴音布魯克草原裏面嘅9曲18彎。大家好彩嘅話咧，亦都可以喺黃昏嘅時候嚟到見識一下乜嘢叫做同一時間見到9個太陽呢一個咁奇特嘅場面。喺完結咗呢一天嘅旅程之後呢，我哋就會嚟到第4日，呢個同樣都係我哋整個旅程裡面嘅其中一個重點嚟嘅，就係會去到同巴音布魯克大草原叮當碼頭嘅那拉提空中草原嗰度啦。但係我哋喺去到那拉提之前，就會嚟到特登精心安排到乘坐商務嘅豪華車嚟到穿越一下著名嘅獨庫公路。獨庫公路亦都係被我哋全中國熱愛駕駛嘅人士被譽為一生必經嘅一條屬於我哋中國嘅公路嚟嘅。獨庫公路每年只會開放3個月嘅時間，喺行晒成條獨庫公路，大家就會見到何謂一條公路經歷4個季節。然之後喺我哋穿越咗獨庫公路之後呢，就會正式進入到那拉提空中草原呢一個國家5A 級嘅景區噶啦。那拉提空中草原佢美麗嘅程度真係可以話到係非筆墨可以形容得到嘅。當然睇完空中草原都係唔夠嘅，我仲特登安排到去到草原旁邊嘅花海那拉提嚟到俾大家睇一睇乜嘢叫做漫山遍佈唔同色彩花卉嘅呢一個壯麗嘅情景。喺呢度大家記得影多啲相，出盡全力咁打卡，保證你係一世難忘㗎。然之後我哋就會進入到第5天嘅行程。呢個行程係我格仔今次
新加入到嘅一個新景點嚟嘅。我哋就會去到位於新疆特克斯縣附近嘅焦蘇大草原嗰度，同前面兩個草原有少少分別嘅就係，我哋嚟到呢度所睇嘅就係連即使全個中國都好難揾得到嘅天馬玉河，就係由到當地嘅牧民一邊趕住當地盛產嘅伊犁馬，亦即係俗稱嘅天馬，數十隻嘅呢啲天馬喺河水裏面奔跑，激起陣陣嘅浪花。呢個情景相信亦都會令大家係畢生難忘嘅。喺睇完天馬玉河表演之後呢，我哋就會嚟到著名嘅特克斯呢一度，亦稱係八卦城嘅。八卦城顧名思義，如果從天空上面嚟到俯瞰嘅話，成個特克斯城就仿似一個大型嘅八卦一樣。冇錯，的而且確佢係參照住易經八卦嘅造型嚟到去建造嘅。成個城裏面由到放射型嘅四環64條街道，路路相通而成。喺呢度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呢，成個城入面係冇一盞紅綠燈嘅。呢一個呢，亦都係呢個城最特別嘅地方。之所以能夠做到呢一點，就係憑住我哋古代嘅智慧。而特克斯城亦都係全中國唯一一個冇紅綠燈嘅縣城。嚟到呢度，我哋一定要好好見識一下當中嘅奧秘嘅。咁當然啦，我哋亦都會嚟到喺近年八卦城入面都有一個新興嘅旅遊項目。呢一個呢，就係當地市政府非常之用心咁去到設計到嘅一個叫做盛世華疆嘅夜繽紛項目。其實大家睇到我以上嘅嗰啲配圖都唔使點樣形容到裡面有啲咩玩噶啦，因為此情此景係唔需要再用文字再去到描述噶啦。之後我哋就會嚟到第6天嘅行程，就會由特克斯縣去到北疆其中一個最重要嘅縣城。呢一度呢，就係我哋中國伊犁哈薩克自治州裏面嘅首府伊寧市啦。從前嘅伊寧市係我哋中國整個新疆入面嘅第一首府嚟嘅，但自從喺清末年代因為列強嘅入侵，新疆嘅面積縮細咗，所以就令到從前嘅伊寧市係我哋整個新疆嘅中心城市，就一舉變成為一個比較靠近邊境嘅城市。因此咧，先至將我哋新疆嘅首府咧搬咗去烏魯木齊嘅啫。但係依然係唔會令到伊寧市佢嘅色彩有任何嘅減弱嘅。因此我哋喺呢一度咧就重點留2日嚟到玩盡整個伊寧嘅。喺伊寧嘅附近就有非常之漂亮嘅天山花海可以俾我哋睇到。嗱，就正如我上面嘅呢啲照片一樣，天山花海佢漫天嘅薰衣草係唔單止喺全中國，仲喺全世界嘅範圍入面數一數二能夠做到漫山薰衣草嘅地方。所以就千祈唔好以為薰衣草只有日本嘅北海道富良野先有啊！嚟到天山花海呢一度，可能你就要改觀一下啦。之後我哋就會進入到伊寧市嚟到睇一睇著名嘅六星街。嗱，六星街其實就等同於一個小型嘅八卦城一樣，佢同樣都係由一個易經嘅八卦組合而設計成嘅街道嚟嘅。而喺六星街匯聚於唔同新疆嘅少數民族，佢所有嘅特色都會喺呢度揾得到。試問我哋又點可以錯過呢？之後我哋就會去到旅程嘅第7天行程，同樣地都會係嚟到見識一下伊寧市作為一個匯聚住所有新疆少數民族嘅呢個城市裏面嘅特色嘅。因此咧，我哋就會嚟到以藍白色為主調嘅客贊旗民族街，嚟到坐下馬車，放慢我哋自己嘅腳步，嚟到睇下呢一個充滿住異域風情嘅地方。上邊咧就再嚟探訪埋當地嘅居民，進入到佢哋嘅庭院裏面去到食一下當地人親手製造嘅手製雪糕，嚟到過翻一個合意嘅下晝，咁先至叫做人生一大樂事啊嘛。然之後呢，我哋亦都會去到旁邊嘅漢人街，呢一個呢係當地非常之有特色嘅一條食街嚟嘅，而當地人亦都會稱漢人街為一條冇漢人嘅漢人街，嚟到作為佢嘅賣點噶。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伊寧嘅哈薩克自治州裏面嘅博物館。正所謂去到一個充滿文化色彩嘅地方，第一時間當然咧就要去佢哋嘅博物館，先至能夠真正了解到當地嘅歷史同文化嘅。由於伊寧係代表住整個伊犁河谷嘅象徵嚟嘅，呢一度咧從前亦都係古代嘅
西域36國裏面嘅烏孫國，而我哋喺博物館裏面就可以見到一幕，呢一幕就係當年嘅漢武帝為咗聯合烏孫國去到擊敗當時窮兇極惡嘅匈奴，因此亦都將兩名嘅公主先後咁樣嚟到去遠嫁到去烏孫國，佢哋分別就係世君公主同埋解憂公主，佢哋兩名公主都可以話到係我哋中原歷代王朝以來第一批遠嫁到去中原以外嘅公主嚟嘅，比起我哋所熟悉到嘅王昭君，亦即係昭君出塞嘅古仔咧，仲要嚟得更加早嘅。然後咧，我哋亦都會喺呢個博物館裏面見到一啲好特別嘅石像喎。究竟呢啲石像係代表住啲咩呢？大家去到就會知道當中嘅謎底㗎啦。之後我哋就會嚟到行程嘅第8日，離開伊寧市就會去到附近嘅一個非常著名嘅景點。呢度咧就係有大西洋最後一滴眼淚之稱嘅賽里木湖啦。同樣地，賽里木湖身為新疆裏面海拔最高、面積最大嘅高山冷水湖，所以佢嘅風景係十分之漂亮嘅。由於佢係整個大西洋暖流入面，因為附近嘅天山山脈阻擋住呢啲濕暖氣流嘅關係，嚟到呢度大家就會見識得到，原來呢個世界上面有一種藍色係叫做賽里木湖嘅藍。呢個湖泊背靠雪山，湖邊就係廣闊嘅草原。從前喺呢一度係冇任何嘅魚類生活嘅，但係自從喺20年前，我哋國家嘗試引入白鮭魚喺賽里木湖嗰度去到養殖，結果獲得空前嘅成功，就令到賽里木湖呢一度咧，亦都成為咗我哋嘅高山白鮭魚呢種白鮭魚之王嘅一個非常之良好嘅棲息地。呢度所出產到嘅白鮭魚，比起佢喺歐洲嘅祖先，更加適合喺呢度生存，亦都為到新疆帶嚟另一種經濟嘅收入嘅。當然啦，喺我哋前往賽里木湖嘅途中咧，亦都會經過有全中國最昂貴大橋之稱嘅果子溝大橋，同樣地都可以喺我哋呢個旅程入面見識一下嘅。之後呢，我哋就會嚟到望到冰山嘅灰屯市，稍作休息一晚之後呢，就會進入到第9天嘅行程，就會嚟到有億年奇觀之稱嘅獨山子大峽谷。講起大峽谷，大家比較常聽見嘅當然就係美國嘅大峽谷國家公園啦，但係如果你嚟過新疆嘅獨山子大峽谷嘅話，可能大家就要改一改觀啦。屬於我哋中國嘅呢一個獨山子大峽谷，曾經榮登國家地理雜誌，亦都係我哋全國最美公路嘅獨庫公路裏面嘅第一個景區嚟嘅。呢度亦都係多套電影嘅拍攝取景場地，成個谷底闊100至400米，谷肩闊800至到1000米。由谷底到谷肩咧，可以深逾200米，海拔1070米咁高嘅。嚟到呢度，大膽嘅朋友亦都可以嘗試一下，嚟到行一行位於大峽谷裡面嘅玻璃棧道，嚟到挑戰下自己嘅膽量嘅。喺睇完大峽谷之後，我哋就會翻去烏魯木齊呢一個新疆嘅首府。從前嚟講，喺一啲傳統嘅行程入面，烏魯木齊只係作為新疆之旅進出以及係補給嘅一個駁腳點嚟嘅啫。正因為咁樣啊，好多人都會忽略咗烏魯木齊作為新疆首府，其實佢都係具有到豐富嘅旅遊價值資源嘅。因此，我哋就會嚟到行程嘅第10日以及係第11日嚟到重點玩一玩啊！新疆嘅首府烏魯木齊。第10天嘅行程入面，我哋就會去到烏魯木齊附近嘅天山天池風景區。天山天池風景區作為國家重點嘅5A 級景區，以及係世界嘅自然遺產，喺呢一度絕對有唔會輸俾其他新疆其餘風景區嘅壯麗景色嘅。當然，除咗睇風景之餘，我哋亦都要重點嚟到去發掘到當地嘅人文色彩。因此呢，我哋就會去到我格仔認為全新疆最正嘅博物館，位於烏魯木齊市嘅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就係我哋了解到新疆人文風情、歷史文化嘅最佳博物館嚟嘅。喺呢一度最出名嘅就當然係有古代西域36國之一嘅樓蘭古國裏面嘅樓蘭乾屍啦。除此之外，如果大家仲想睇到其他喺古代西域嘅一啲奇珍異寶嘅話咧，呢一度絕對能夠滿足到
大家嘅好奇心嘅，大家就可以從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裏面感受到西域呢一笪作為我哋以前中國要去到同其他世界各國連接嘅唯一通道絲綢之路嘅必經之地當中輝煌璀璨嘅歷史，都可以喺呢個博物館裏面見得到嘅。然之後我哋就會進入到第11天嘅行程，喺食個早餐漫遊到當地嘅一個著名嘅公園紅山公園，嚟到俯瞰整個烏魯木齊市之後啊，我哋就會去到一個我格仔認為相當之好玩嘅景點。呢個景點就係位於烏魯木齊嘅新疆古生態園汗血寶馬基地啦。汗血寶馬大家就聽得多，究竟呢個世界係咪真係有汗血寶馬嘅呢？答案就係唔單止有，喺呢一度仲有形形色色唔同嘅汗血寶馬嚟到呢度。點解汗血寶馬要稱呼為汗血？當你睇過之後，就會揾到當中嘅答案。作為我哋中國歷史上嘅千年名區，汗血寶馬佢優美嘅形態以及係敏捷嘅身手，真係絕對能夠稱得上馬中之王嘅呢個稱號。難怪汗血寶馬佢嘅身價曾經喺拍賣會上面係可以高達1600萬美元，折合翻我哋港幣係達到1億2800萬，足夠我哋買20台法拉利有餘啊！而嚟到呢度，我哋就可以見識到純種嘅汗血寶馬一睹佢嘅神秘風采嘅。而唔單止係咁，除咗汗血寶馬呢啲咁珍貴嘅馬匹之外啊，喺園裏面仲養住啊嚟自於世界各地唔同嘅馬，而當中仲有全世界體型最龐大、體重最重嘅夏爾馬。呢一種類型嘅馬，佢站立起上嚟嘅時間，肩膊位置已經超過2米咁高，整個人行埋去就仿如好似縮細咗一樣。當時我見到嘅時間呢，都嚇咗一跳，成隻馬佢嘅體重係可以超過1噸嘅，而且喺園裏面除咗馬匹以外，仲有大量珍貴嘅奇珍異寶，亦都同樣地俾到一個理由我哋去到值得花時間喺呢度留耐啲嘅。然後作為旅程嘅尾聲，當然我哋就要嚟到非常之著名嘅位於新疆烏魯木齊嘅國際大巴扎，嚟到作為最後嘅血拼，買多啲手信帶返香港。大巴扎喺新疆維吾爾語裏面，亦即係解做大市場咁解。顧名思義，呢度就係匯集住全新疆形形色色唔同種類嘅商品，係旅遊人嚟到新疆必去嘅景點嚟嘅。然之後經過咁多日精彩嘅旅程，我哋就會嚟到第12日，乘坐翻直航嘅飛機翻到去深圳寶安機場，再乘搭到我哋嘅包車，就翻到去香港，作為今次旅程嘅完結嘅。喺呢度需要注意嘅就係，今次我哋嘅行程係會包送一張夠玩全程12天嘅電話數據卡，就等大家喺旅途裏面都可以暢通無阻咁上網。再加上亦都有一啲老人家嘅優惠，以及係我哋專登為大家嚟到去精心安排到嘅俗稱飛機椅旅遊大巴嘅呢啲豪華巴士，都會提供到俾大家去舒適咁玩盡新疆嘅呢12天旅程嘅。大家對呢個旅程有興趣嘅朋友，就可以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聯絡潘小姐，去到報名以及係查詢行程嘅細節以及係價錢嘅。再講一次，係 WhatsApp +85268287447聯絡呢個 WhatsApp，希望到時見到大家同我格仔玩盡呢12日嘅新疆之旅。咁好啦，今日我哋嘅節目時間就嚟到呢度。臨結束之前，再次提提大家，記得訂閱新潮文嘅頻道，新潮文2.0嘅頻道，以及係喺訂閱嘅同時，記得撳埋旁邊嘅啷啷掣，再撳全部，先至為之係完成整個訂閱嘅流程。咁樣你先可以收到我哋最新嘅影片同埋直播通知嘅。咁好啦，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嚟到呢度，拜拜。